大家好，今天我們要聊的話題可能聽起來既熟悉又陌生，那就是光。你現在抬頭看看，也許是窗外灑進來的陽光，也許是頭頂的 LED 燈，或者此刻你手裡這塊屏幕發出的熒光。光無處不在，我們太習慣它的存在了，以至於我們很少停下來真正去思考這玩意兒到底是什麼。有人說光是浪漫的，是上帝說要有光的神性；有人說光是永恆的，宇宙大爆炸之初的那批光子跑了137億年還沒停下腳步；還有人說光是現代科技的基石，沒有對光的極致掌控。我們台灣引以為傲的半導體產業，台積電的那些 EUV 光刻機根本就是一堆廢鐵。但是我要帶大家剝洋蔥，一層一層地剝開這個宇宙最深層的秘密。這期內容非常硬核，甚至可以說是有點燒腦。為了講清楚這件事，我整理了整整1萬字的文稿，準備用一種連貫的故事性的方式，帶你從最直觀的感性認知一路狂飆到現代物理學的最前沿。我們要爬10層樓梯，每一層都是人類智慧的一次飛躍，每一層都會推翻你之前的認知。準備好了嗎？深吸一口氣，我們開始攀登第1層。這裡是意識覺醒，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第1層，光就是光線，這是我們最直觀、最樸素的理解，也是我們在國中、高中物理課本裡接觸到的第一個概念。幾何光學，大家回想一下，當你還是個孩子，在黑暗的屋子裡打開手電筒，你看到的是什麼？是一道筆直的光柱刺破黑暗。這種直覺太強大了，強大到人類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認為光就是一種筆直前進的線條。這種理解雖然簡單，但非常實用。公元前的墨子，甚至古希臘的歐幾里得，他們雖然沒見過現代物理，但他們都知道光是沿直線傳播的。正是基於這個光線的假設，我們建立了幾何光學的4大金剛：直線傳播、反射定律、折射定律，還有光程可逆原理。你想想看，如果没有這層理解，我們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早期的航海家無法使用6分儀，近視眼的朋友配不到眼鏡，甚至你現在拿手機拍照，攝像頭裡的透鏡設計，基礎邏輯依然是幾何光學。我們把光簡化成一條線，去計算它怎麼在鏡面上反彈，怎麼在水面彎折。斯涅爾定律告訴我們，光進入水中會偏折，這讓我們能解釋為什麼插入水中的筷子看起來是斷的。這層理解是如此的完美簡潔，以至於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工程師們靠着它就能吃飯。比如我們台灣精密的光學產業，最早期的打磨鏡片，其實就是在玩轉這層邏輯。但是朋友們，這只是表象。幾何光學就像是一個只告訴你結果卻不告訴你為什麼的黑盒子。它告訴你光會反射，但沒說為什麼會反射。它告訴你光會折射，但沒解釋光為什麼進了水裡就要變慢，要彎腰。這層理解雖然好用，但它是膚淺的，它掩蓋了光真正的狂野本性。這就逼得我們必須往上走。來到第2層，光是粒子。這一層的守門人是那位物理學界的暴君，也是最偉大的天才艾薩克·牛頓。把時間撥回到17世紀末，那是一個群星璀璨的年代。1687年，牛頓大神甩出了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用3大運動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統治了整個宏觀世界。那時候的牛頓心氣高得可怕，他覺得既然我能算出星星怎麼轉，蘋果怎麼落，那光這個東西肯定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牛頓是個極度崇尚實體的人，他看着光沿直線傳播，心想，這不就是一顆顆飛得極快的小彈珠嗎？如果光是波，遇到障礙物應該會繞過去，也就是衍射。但日常生活中，光似乎不會繞彎，所以牛頓大筆一揮，提出了微粒說。在1704年發表的光學巨著裡，他構建了一個由光粒子組成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光反射就像是打台球，光粒子撞到鏡子，遵循動量守恆，砰的一聲彈回來。這完美解釋了反射定律。那折射怎麼解釋呢？牛頓腦洞大開，他說，光粒子進入水面時，因為水密度大，
對光粒子有引力，就像地球吸引蘋果一樣，把光粒子往水裡狠狠拽了一把，所以光線就像髮線靠攏了。雖然這個解釋後來被證明是錯的，因為這暗示光在水裡速度更快，但在當時誰敢反駁牛頓？他還用粒子說解釋了色散，就是那個著名的三棱鏡實驗。牛頓認為紅光粒子和紫光粒子質量不同，這就像拋鉛球和拋乒乓球受到的引力影響不同，所以彎折程度不一樣。你看牛頓這一套邏輯自洽、霸氣側漏，在他的威嚴之下，光是粒子的說法統治了物理學界整整100年。那時候誰要是敢說光是波，簡直就是在挑戰學術權威。但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或者說真理喜歡在角落裡等待時機。就在牛頓的信徒們狂歡的時候，烏雲悄悄飄過來了。我們來到了第3層，光是波。這一層的開啟者是一位名叫托馬斯·楊的英國醫生、物理學家。這哥們簡直是個全才。1801年，他做了一個足以載入史冊，甚至可以說是在牛頓棺材板上釘釘子的實驗雙缝干涉實驗。大家試想一下這個場景，如果光真的是牛頓說的小彈珠，那你拿把槍對着2扇開着的門掃射，牆上應該留下2堆彈孔，對吧？這很符合邏輯。但是當托馬斯·楊把光束射向2條狹縫，他在後面的屏幕上看到的不是2條光帶，而是一系列明暗相間的条紋。這是什麼鬼？如果光是粒子，光加光怎麼可能等於黑暗？唯有波動說能解釋這一切。你想想水波，當你往池塘裡扔2顆石頭，2圈漣漪蕩漾開來，波峰遇到波峰，水面會跳得更高，這就是亮條紋；波峰遇到波谷，水面就平了，這就是暗條紋。托馬斯·楊由此斷定，光必然是一種波。這一巴掌打在牛頓學派的臉上，那是相當的疼。隨後，法國的菲涅爾又補了一刀，他用精湛的數學工具完善了光的波動理論，完美解釋了衍射，就是光遇到障礙物邊緣會輕微繞射的現象。特別是那個著名的泊松亮斑故事。當時泊松為了反對波動說，計算出如果光是波打在一個圓盤上，圓盤陰影中心應該有個亮點。他覺得這太荒謬了，結果實驗一做，那個亮點真的存在。這下子波動說徹底翻身做主人了。人們開始意識到，光不是死板的彈珠，它像水波、像聲波一樣，充滿了律動和干涉的美感。這不僅僅是物理學的勝利，更是人類想象力的勝利。但是波動說贏了之後，一個新的幽靈出現了。如果光是波，那它是什麼在波動？聲波震動的是空氣，水波震動的是水，光震動的是什麼？這把我們推向了第4層，光是電磁波。這一層的英雄是麥克斯韋，一位能把物理學寫成詩的數學家。19世紀中葉，電學和磁學還是分家的。法拉第雖然發現了電磁感應，但他不懂數學。麥克斯韋接過了接力棒，他在1865年寫下了那組正古烁今的麥克斯韋方程組。這4個方程就像4句咒語，統一了電與磁。在推導過程中，麥克斯韋驚訝地發現，變化的電場產生磁場，變化的磁場產生電場，這種連鎖反應會形成一種波，向外傳播。他拿起筆算了一下這個波的速度，算出來的結果讓他後背發涼，每秒30萬公里。這個數字跟當時天文學家測出來的光速驚人的一致。麥克斯韋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大膽預言，光本質上就是一種電磁波。這簡直是神來之筆。從此，光不再是孤立的現象，它成了電磁家族的一員。這層理解不僅解釋了光的偏振，因為電磁波是橫波，更重要的是，它打開了人類的視野。我們意識到，可見光只是電磁波譜裡極窄的一小段。無線電波、紅外線、紫外線、X 射線、伽馬射線，它們和光本質上是一回事，只是頻率不同。你想想，現在我們用的 WiFi、手機信號、微波爐，本質上都是在利用不可見的光。這一層理解，直接奠定了現代通信技術的基礎。沒有麥克斯韋，就沒有我們今天的互聯網時代，也沒有台灣引以為傲的電子通訊產業。故事講到這裡，似乎已經很完美了。光是電磁波
方程組很漂亮，世界很和諧。但是物理學最迷人的地方就在於，每當你覺得大廈已成，總有幾塊磚頭是歪的，這就引出了第5層光速不變與以太的死刑。按照經典波動理論，波必須有介質，聲音靠空氣傳，沒了空氣就是靜音。那光在真空中也能傳，它的介質是什麼？當時的物理學家腦補出了一種叫以太的物質，說它無處不在，絕對靜止，充滿宇宙，硬度比鋼鐵還大。為了傳得快，卻又稀薄到讓你感覺不到。為了找到這個以太，1887年，麥克爾森和莫雷這2位美國人做了一個被稱為史上最成功的失敗實驗。他們想，地球繞太陽轉，就像車在風中跑，應該能測出迎面吹來的以太風。也就是說，順着地球運動方向和垂直方向測出來的光速應該不一樣。結果呢，無論怎麼測，光速竟然一模一樣，這簡直是不講道理。物理學家們慌了，開始各種打補丁，說什麼以太被地球拖着走之類的。直到1905年，那個在瑞士專利局當小職員的年輕人愛因斯坦站了出來。他沒去修補以太的破船，而是直接把船砸了。他說，根本就沒有以太，光不需要介質，而且光速在任何參考系下都是不變的，不管你是在地上跑，還是坐着火箭追光，光速永遠是那個數。這就是狹義相對論的基石。這層理解太反直覺了，它意味着時間和空間不再是絕對的。如果你跑得快，時間會變慢，尺子會變短，光速不變，成了宇宙最硬的一條鐵律，也是後來我們理解宇宙時空結構的起點。你以為愛因斯坦這就完事了？不，他還要親手把光帶回粒子世界，這就是第6層，光是光子。雖然麥克斯韋的電磁理論很強，但它解釋不了一個現象，光電效應。當光照射金屬表面，會打出電子。奇怪的是，如果光的頻率不夠，比如紅光，哪怕你用幾千盞探照燈照1萬年，電子也紋絲不動。但只要頻率夠高，比如紫光，哪怕光很弱，電子也是秒出。這用波動說根本解釋不通。波動說認為能量是累積的，晃久了，電子總該掉下來吧。愛因斯坦在同一年，又是1905年，提出了光量子假說。他說，光不僅是波，還是一份一份的能量包，也就是光子。光子的能量只跟頻率有關，這就像是一個守衛森嚴的遊樂場，門票是固定的，你能不能進去打出電子，只看你單張鈔票的面額夠不夠，頻率，而不是看你有1麻袋的零錢。光強，如果面額不夠，多少張都沒用。愛因斯坦的這個解釋不僅讓他拿到了諾貝爾獎，注意，他拿獎是因為光電效應，不是相對論。更重要的是，他開啟了量子力學的大門。光子這個概念的引入，讓我們對光的理解有了質的飛躍。我們知道了光子沒有靜止質量，它一出生就是光速，它的時間是靜止的。對於一個光子來說，從太陽出發到射入你的眼睛，雖然我們覺得過了8分鐘，但在光子的視角裡，這就是一瞬間的事。這種跨越時空的視角，是不是讓你覺得光更加神秘了？但這又帶來了一個巨大的麻煩，物理學家們開始精神分裂了。光到底是波還是粒子？牛頓說是粒子，楊說是波，愛因斯坦又說是粒子。難道光會變身？這就來到了第7層，波粒二象性。這是人類認知史上的一次這種折磨。為了調和矛盾，物理學家們不得不接受一個看似荒謬的現實：光既是波，又是粒子。但這不僅僅是簡單的加法，我們來看一個更恐怖的實驗版本：单光子雙缝干涉。如果我們把光減弱到一次只發射一個光子，按理說一個粒子只能穿過一個縫，對吧？但是當我們在底片上積累了足夠多的點後，那個熟悉的干涉條紋竟然又出現了。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這一個光子在同一時間既穿過了左縫，又穿過了右縫，它自己和自己發生了干涉。這簡直毀三觀。後來量子力學的哥本哈根學派給出了解釋：光在被觀測之前是以概率波的形式存在的，它彌散在空間中，沒有確定的位置。只有當你去測量它，比如它打在屏幕上的一瞬間，
波函數坍縮，它才變成了一個確定的粒子。這一層理解把光從實實在在的物質變成了飄忽不定的概率。這也就是為什麼愛因斯坦雖然開啟了量子力學，卻一輩子都在跟波爾吵架。他說上帝不掷骰子，但實驗告訴我們，上帝不僅掷骰子，而且還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作弊。這一層理解是我們現代半導體技術的靈魂。沒有對波粒二象性的深刻理解，我們根本造不出只有幾納米製成的芯片，台積電的輝煌也就無從談起。再往深處走，光不僅僅是能量，它還能創造物質。這是第8層，光能製造物質。這聽起來像魔法，但這是物理。愛因斯坦的智能方程 E 等於 mc 的平方，告訴我們能量和質量是可以互換的。既然物質可以湮滅產生光，比如原子彈爆炸，那光能不能逆向變成物質？答案是肯定的，但條件極其苛刻。英國物理學家狄拉克預言了反物質的存在。當兩個能量極高的光子相撞，如果能量足夠大，它們會憑空消失，變出一对粒子，一個正電子和一個電子，這就是对產生。光竟然是物質的母親，這一層理解打破了物質與能量的界限。在宇宙大爆炸初期，光和物質就是在這種瘋狂的轉換中不斷誕生的，這讓我們對光的敬畏又多了一分。它不僅是照亮世界的工具，它甚至是構成世界的原材料之一。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在高能物理實驗中能用光子去探索物質的最基本結構。如果你覺得這已經夠抽象了，那第9層會讓你懷疑人生。光是虛粒子，在量子場論的視角下，真空根本就不空。根據海森堡的不確定性原理，能量和時間也有一对不確定關係。這意味着在極短的時間內，真空中可以憑空借來能量，產生一對光子，然後瞬間湮滅，歸還能量。這些瞬息即逝的光子叫虛光子，你看不見它，抓不住它，但它真實存在。怎麼證明？有一個著名的卡西米爾效應，把2塊金屬板靠得非常非常近，真空中湧動的虛光子在板外的數量多，在板間的數量少。因為波長被限制了，這種壓力差會把2塊金屬板往一起推，這就像是虛無中的幽靈在推着物質運動。更震撼的是，我們理解的靜電力，2個電子互相排斥，本質上就是它們在不斷地交換虛光子，就像2個溜冰的人互相扔球，扔球的反作用力讓它們分開。光在這一層理解中變成了傳遞自然界基本作用力的信使，它是宇宙大網中那根看不見的線，維繫着原子結構的穩定。終於，我們來到了第10層，這是目前人類認知的巔峰。光是規範玻色子這一層需要一點點數學的想象力。在現代物理學的標準模型裡，宇宙的本質是對稱性。什麼叫對稱性？簡單說，就是你對一個系統做某種變換，它的物理規律不變。物理學家發現，為了保證電子場的局域規範對稱性 （local gauge symmetry）， 別被這個詞嚇跑，意思就是為了讓電子在時空每一點的相位變換都不影響物理定律，必須要引入一個場來補償這種變化。這個被引入的場就是電磁場，而這個場的量子化激發就是光子。換句話說，光的存在不是偶然，而是宇宙為了維持某種數學上的完美对稱而必須產生的副產品。光子被定義為 U1， 規範群下的規範玻色子，它沒有質量，因為一旦有質量，這種完美的對稱性就會被破壞。這一層理解把光上升到了宇宙法則的高度。光為什麼是光？因為宇宙需要對稱，需要守恆，需要一種機制來平衡電子的行為。在這一層，光不再是有形的實體，它是數學邏輯在物理世界的投影，是上帝編寫宇宙代碼時的那個必須存在的變量。講到這裡，我們回顧一下這10層樓梯，從第1層那個直觀的光線，到牛頓的粒子，再到楊的波、麥克斯韋的電磁波、愛因斯坦的光速不變和光子，再到量子力學的波粒二象性、物質創生、虛光子，最後抵達規範玻色子的數學聖殿。每一層都是人類在試圖從不同角度去盲人摸象，而每一次摸索都讓我們離真理更近一步，也讓我們的科技產生一次爆炸。你可能會問，了解這些有什麼用？我又不是造光刻機的。朋友們，這些不僅僅是枯燥的知識，
它們是人類面對浩瀚宇宙時那份不屈不撓的好奇心。光連接着過去和未來。當你下次看到星光，你要知道，那可能是幾千年前某個原子內部電子躍遷釋放出的規範。玻色子，它跨越了時空的滄桑，在真空中以絕對不变的速度狂奔，避開了星際塵埃的阻擋，最終撞擊在你視網膜的感光細胞上，引發了一次量子化學反應，讓你的大腦感知到了亮。這整個過程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這10層理解的全部總和。光究竟是什麼？我也許給不出一個最終的定論，因為科學永遠在路上。也許在未來會有第11層、第12層理解，等待着在座的各位或者是你們的孩子去發現。但至少在今天，當我們再次凝视光明時，我们的眼中不再只有明暗，而是看到了那個充滿了概率、對稱、能量轉換和時空彎曲的宏大宇宙。如果這10層理解讓你哪怕有一瞬間感受到了物理學的震撼，或者讓你對眼前這束普通的光有了新的敬畏，那我的熬夜就值了。我是你們的朋友，我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記得點讚關注哦，這對我真的很重要。拜拜。